原子弹的威力最大也只有几十万吨级 TNT 当量，而氢弹的威力呢，却可以轻松达到几千万吨级 TNT 当量，甚至没有上限。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曾经想过使用核武器摧毁月球来展示本国的实力。今天就给各位老铁聊一聊核武器发展的4个阶段。第一代核武器，原子弹。原子弹是利用铀或钚等易裂变重原子发生核裂变反应瞬时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更确切地应称为裂变武器或者是裂变弹。威力呢，通常是几百到几万吨当量的 TNT 炸药。原子弹在爆炸时会形成巨大的高温高压火球，随后猛烈地向外膨胀，压缩周围空气，从而形成超音速传播的冲击波。冲击波在杀伤过程中还伴随有放射性污染，这也就是原子弹最重要的杀伤破坏能力。放射性污染直接或者间接地对人员和生物产生放射性伤害，当人体受到一定剂量照射时，还会引起放射病。目前为止，只有2颗原子弹投入实战，分别是2战末期美国陆军在长崎和广岛投放的小男孩和胖子。以2万吨 TNT 当量的胖子为例， B-29 轰炸机的载弹量是9吨。简单的换算我们就知道，如果 B-29 的9吨载荷都是 TNT 炸药，2万吨 TNT 就需要出动2200多架 B-29， 所以核武器的作战效能要比常规传统武器要高得多，威慑能力也更强。1945年以来呢，原子弹技术不断发展，体积重量有着明显的减小，减小的同时呢，杀伤威力却没有因此而减小。比如美国用于203毫米大炮的 W33M422 核炮弹，重量只有110到120公斤，直径203毫米，长度940毫米，但是其威力呢，仍然可以相当于1万吨 TNT 的当量。第2代核武器，氢弹。氢弹自从研发以来呢，就在现代核武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被称作热核弹，是一种利用氢核聚变反应制成的炸弹。产生氢核聚变反应的主要物质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比如太阳向外辐射的光和热就是氘和氚核聚变反应的结果。由于聚变反应需要极高的温度，所以氢弹要靠原子弹来引爆。氘和氚在常温常压下是气体，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必须通过极高的压强使其转变为液体，这就导致了初期的氢弹体积十分庞大，使用时只能通过火车等运输工具来运载，基本上没有实战意义。后来美国的科研人员又找了一种新的热核装料，也就是氘化锂，它的成本要比氚低得多，并且还避免了氚半衰期短的问题。经过爆炸实验数据表明，1公斤的氘氚混合物完全发生聚变反应，能够释放5.8万吨的 TNT 爆炸当量。比较常见的氢弹是一种3相弹，也被称作为氢铀弹，它的爆炸过程大致是裂变、聚变、裂变。由于氢弹爆炸的原理是利用原子弹产生的高温高压去触发氚和氘的核聚变，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理论上的氚氘是可以无限堆积的，所以氢弹的威力也就没有上限。有人曾经做过推算，将地球上所有的氘、氚等聚变材料集中到一起，足以炸毁某个行星。有传闻称，在冷战时期呢，美国曾想利用氢弹炸毁月球来威慑苏联。虽然最终没有实施，但是足以说明氢弹的威力有多大。第3代核武器包括电磁脉冲弹、冲击波弹、X 射线镭射武器、等离子武器和中子弹等几种。其中呢，中子弹最具有代表性，这是一种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力的低当量小型氢弹。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种依靠微型原子弹引爆的超小型氢弹。中子弹的特点呢是爆炸时核辐射效应大，穿透力强，释放的能量不高，冲击波、光辐射、热辐射和放射性污染比原子弹和氢弹要小。在杀伤半径范围内，中子弹爆炸后产生的核辐射可以轻松穿透坦克的钢甲、钢筋水泥建筑物的墙体，杀伤其中的人员。以一枚1000吨级 TNT 当量的中子弹来说，爆炸时核辐射对人的瞬间杀伤半径可以达到800米，离爆炸中心2公里范围内的人员，即使不会当场死亡，也会在1天到1个月后死于放射病。但其冲击波对于建筑物的破坏半径只有300到400米。因此，一方面它可以有效杀伤敌方作战人员，另一方面呢，又可以使战区的建筑物和设施的破坏降至最低。由于中子弹爆炸时只有少量的放射性沉降物，
所以通常情况下呢，只需要经过数小时到1天，爆炸中心地区的放射性就会大量消散，己方武装人员便可以进入并且占领遭受中子弹袭击的地区。这一点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4代核武器，纯聚变武器。纯聚变武器是一种假设的氢弹设计，也就是纯聚变氢弹。这种武器不需要原子弹来引爆，并且不会产生高能辐射等副产品，但是凭借现阶段人类的科技水平，还造不出来爆炸后完全没有辐射残余的核武器。这是为什么呢？上面咱们讲过啊，这个氢弹的反应过程主要是分为裂变、聚变、氢核裂变3个阶段。而核武器呢，此类高能辐射主要来源于前期原子核在裂变或者聚变过程中产生的高能中子流、高能电子流和伽马射线等。但是要知道啊，这些因为爆炸瞬间产生的高能辐射都是不可能被杜绝的，只能在理论上通过技术手段来避免核爆炸后产生的残余核辐射。而氢弹的起爆条件又十分苛刻，目前呢只能使用原子弹来充当氢弹的扳机。如果想要制造出没有核辐射的核武器，那么就需要制造出一种不需要原子弹来点火，反应过程中还要有氢核聚变，并且没有重核裂变的纯核聚变核武器。但是这种武器的制造难度非常的大，想要让氚、氘发生热核聚变的要求很高。首先需要对其输入非常高的能量，简单来说呢，就是要加热，给反应元素一个非常高的温度，使其等离子化。在这种状态下呢，原子核之间才有可能发生聚合反应，而这个可以让氘、氚之间发生聚变，并且可以自发维持下去的温度，需要上亿度或者是相对较低的温度，再加上极大的压强。举个例子呢，目前用来探索可控核聚变的托卡马克装置，就是可以提供短暂几秒的高温来引发核聚变。但是这玩意儿呢，技术还不太成熟，而且体积太大了，现阶段想用到武器化上面呢是不可能的。而除此之外呢，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常规手段可以给氘、氚聚变提供一个点火的条件，并且现阶段也没有任何一款常规武器爆炸可以产生足够的温度和压力，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原子弹来当聚变点火的扳机，因为只有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温度和压强可以满足氢弹点火的条件。据资料记载，美国曾经在1952到1992年期间呢，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来生产纯聚变武器，但是从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有人曾经提出过一种武器设想，通过使用高功率电磁脉冲设备来充当聚变燃料所需要的高温，制造出一种结构简单、可以交付的纯聚变武器。整个方案中的武器重量大约为3吨，但产生的爆炸当量却只有3吨左右的 TNT。与常规炸药相比呢，根本没有任何优势存在。这也证明了研究4代核武器的困难有多大。如果人类科技水平没有一个大的突破的话，那么纯聚变武器的研发将会停滞不前。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各位老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